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日的这一场争议上面，我们持续要看到的是，现在延烧到整个军事层面，30分钟的时间非常的长，是无声的做猎杀。谁呢？就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歼15，当时使用的火控雷达锁死了 F-15，但是日方的 F-15是在这30分钟之内浑然不知觉，怎么回事？等一下一起来做解读。另外，大陆还有另外一招，就是它的9天无人机航母首飞了。2艘航母，中国大陆解放军的航母到现在还是压着不出来。第一岛链现在正在被重写它的军事版图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刚刚特别提到了解放军的歼15的雷达锁死了 F-15，长达30分钟的时间，却是没有任何的察觉。170公里外，他已经做了这个猎杀距离的曝光。日本的空防是不是被无声破解呢？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的9天无人机航母首飞了。接下来我们会来关心在整个第一岛链的军事的攻防规则是否会被改写？最后来关心到的是歼15猎杀 F-15，再加上9天无人机航母亮相，但是至今注意到了解放军的山东号跟它的福建号航母都没有参与任何的演习，甚至不出港。习近平是在默默的准备些什么事情吗？今天就这些议题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不是擦枪走火，而是空中猎杀的前奏。本月6号，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的事件就是解放军的歼15锁定日本的 F-15，开启了有人一个说法是火控，或者是只是一般的照射的雷达锁定，但是现在有一个细节曝光了，这是来自于日本的新闻媒体自己做了一个报道，说歼15的雷达探测距离长达170公里，其实是远远高于自卫队 F-15的雷达只有100公里的一个探测范围。重点是这一件事情更惊人了 ，F-15战机可能一直被锁定，直到30分钟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被锁定了。我们来看佳能的研究员怎么解析这一件事情。他说，日本的 F-15啊，虽然已经改良了，但他认为它的基底依旧是1970年代的战机，雷达性能跟歼15，他认为仍然存在非常大的落差。这代表30分钟之后才发现这个威胁性到底有多大。改良后的 F-15，除了我们看到它的雷达，还有哪一些性能可能不如解放军的歼15呢？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是这个样，因为这两型的飞机，中国大陆的歼15战机跟日本的 F-15接，这个差在哪里呢？因为这 F-15毕竟老旧了，40多年了，它雷达系统由 AN/APG-63提升到 AN/APG 拐动，就是 AN/APG-70了，那性能它搜索的距离大概就是100公里。然后这个雷达我们知道用久了会衰退，就好像你的灯泡用久了，它的流明度没那么亮，还是亮啊，但是没有以前那么亮。你刚买了觉得好亮哦，雷达也是这样的，它衰退会很快的。然后这个中国大陆的歼15，它就是新的雷达，相位正亮，所以它搜索的距离，我们搜索的范围是左60度、右60度，120度在往前面搜索的。那平常都是搜索模式，在搜索模式呢，我们在那个抬头显示器上面呢，看到上面这个雷达上面呢有几个目标很清清楚楚，上面还有标距离，就是好像那个3环摆一圈一圈，比如一圈是20、60、80这种，一看就看出来这个目标了。那你要不要去锁？你一锁把那个圈圈一套，这个 ACQ 一按就锁到它了。它这个搜索模式就进入追踪模式，我们就把它锁定，就是这样。然后 F-15就被锁定了。F-15锁定了，它刚开始有时候还不知道被锁定呢。锁定的时候，被锁定的飞机耳朵会听到嘟嘟嘟嘟嘟，因为它的雷达预警系统就 RWR 就开始接收到信号，你被锁定的信号。那被锁定了，它就会警告嘟嘟嘟，那你飞行员赶快知道我已经被锁定了，对方随时会发射这个对空飞弹来打我，是这个样子。那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最重要是日本的 F-15接距离中国大陆这个辽宁号的航母大军太近，你怎么近到52公里？美国的话是扩清它的空域是200公里，200公里你不能进来，你进来你进来它干嘛？对我什么威胁？万一你一发射
空对舰的反舰飞弹，那我不是根本来不及时间，你靠那么近，所以美国是200公里，那你日本跑到52公里，太近，那么近，中国大陆它一定要起飞拦截，不拦截，它算失责啊，指挥官一定会下令啊。但是今天日本犯了2个错误，一个距离太近，第二个日本用兵错误。日本的E-2D为什么没有起飞？它的空中预警就要起来嘛，日本没有起来空中预警，日本犯了这个大的战术错误。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辽宁号航母打击群呢，我们知道它旁边呢有飞弹驱逐舰跟飞弹护卫舰，这个舰上有对空搜索雷达，对空搜索雷达把这个信号收到之后呢，把这个信号告诉这个歼15，歼15有它机载雷达，又有这个军舰上面的对空搜索雷达的讯号，又给歼15，所以歼15看得好清楚，整个战场透明度就出来了。日本没有战场透明度，中国大陆有战场透明度，是差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站在整个搜索，我们知道做任何的战术动作都要有目标获得，在目标获得上，中国大陆占了优势，日本占了劣势。为什么E-2D不起来？美国的EP-3，美国的这个空中雨机为什么也没帮助日本？没有，就是你自己去执行任务。所以日本在调兵遣将上面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距离又近，又没有派空中预警机。中国大陆它有对空搜索雷达的军舰，跟它做就 link 就是链接。然后又自己的这个机载雷达，所以我们来看这2型的飞机在战术战场上，中国大陆就占了上风，日本占了下风。第二个在性能上面呢，中国大陆这个歼15的雷达是新的170公里的搜索距离，很远。日本的 F-15J 是100公里 ，NFG 70嘛，就是100公里。那你这样的话，谁先发现？在战场的布势上面，中国大陆占优势；飞机的性能上面，歼15也占优势。当初日本的 F-15J 它是第一代的，它第一代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是类比信号，我们现在战斗机都是数位信号，而且都是飞控 （fly by wire） 线控，非常灵敏。那 F-15J 那个时候还是钢绳的时代因为是40年前是类比信号在这一方面，整个空战空优的这种状况，还是歼15要比日本的 F-15J 来的略胜一筹，我们要这样子看，因为你要知道，现在都变成能够 link 在一起了。当然，日本有老一代的 link 的模式，但是问题是跟先进的比起来，因为结构的问题，你有时候改飞机这个改那个改有它空间的限制，还有电压的限制，还有软体的限制，好复杂。你解决电的问题，软体解决了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办法。你有解决了电的问题，也解决软体问题，你散热问题解决没有？还是没有啊。所以环环相扣，好复杂最后一个我要谈电战。那电战能力的话，我判断美国没有把中共的电池频谱，美国所收获的分享给日本，没有。没有给你，除非钱给我，因为这是我宝贵的军事情报。你日本给我，美国你不给我也不给我，这是我的宝贝。而且不能外泄。我判断没有给日本，所以日本对中国大陆的电战的参数并没有完全掌握，所以那它只有我们知道打仗打电战你要干扰霹雳1洞、霹雳12或霹雳15的空对空飞弹，电战系统很重要你有没有这个日本的 F-15J 有没有具备完整的电战能力？因为它到最后是自我保卫，你这个自我防卫的。日本没有 F-18的咆哮者的这个电战机，那靠自己飞机的自身的电战能力。他那天也没有派他自己的电战机你没有派电战机，那你要靠自己的这个自卫式的电战系统。有没有挂电战夹舱？我判断他也没有挂电战夹舱。那你的电战能力是非常弱，你只能丢火焰弹跟干扰丝，你就靠这2个传统，丢火焰弹、丢干扰丝，那是影响有限的。万一中国大陆的霹雳15的空对空飞弹跟霹雳1洞的空对空飞弹是具有抗干扰能力。那你这个干扰丝跟火焰弹是没有用的，是效果是非常有限，你会被击落我们看日本在整个用兵的布势上面呢，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就占了下风，然后只能讲自己被锁定了，就没有办法了。好，刚刚我们这个张将军特别帮我们就目前这一战中国大陆在空优上面的优势，包括这个歼15
大赢 F-15上面的优势，不管是在雷达性能、电站能力，甚至是战场的透明度上面，可以看到大陆的优势。其实我们要看到，大家都在看说，除了歼15它有这样子的优势之外，习近平手上最重要的牌还有哪一些？而且是慢慢出来的，因为这是今天的最新消息，来自于新华社最新的证实哦，已经讨论的很久的，其实就是被外界称为是空中无人机航母的9天无人机是终于啊，在陕西的蒲城完成了首飞。9天之所以特别备受关注，就是因为它的性能非常的强。等一下会请厉将军来特别带我们看，它采用的是通用平台模组化设计，具备大载重、高升限、宽速域还有短起降等核心的功能。它可以航行时间长达12小时，那么转场航程7000公里，最大的负荷能量达到了6000公斤。最致命，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它有8个的外挂点，可以挂1000公斤级的这种制导炸弹，可以挂的还包括了空对空、空对地、反舰飞弹，甚至巡弋飞弹。对于第一岛链是否规则被重写，厉将军怎么看？空军啊，它这个名称取9天，我认为是从《孙子兵法》里面的一句话来命名的哈。《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所以它取9天这个名称，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它的任务就是由空中来对地面攻击哈。那空军来讲的话，通常它负有3种作战任务，第一个叫做制空作战，就是对空作战，争取制空权嘛。第二个叫做主角作战，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经常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飞机哈，对深远目标，不管是敌人的弹药库，这个或者是这个后勤设施，或者是能源设施来实施攻击哈。第3个，它的任务叫做密支作战，就是我密切的支援第一线部队，地面的第一线部队来作战。那我认为9天这种无人机来讲，它主要担负任务哈，它大概不是制空为主，它以后面我讲的这2者哈，主角跟这个密接支援作战任务为主。好，那依据这个2个任务来讲的话，我们来看它可以具备什么样的任务。第一个来讲的话，我们讲主角作战。主角作战来讲的话，它如果说以它外挂的这个挂点来讲，可以携带1000公斤的各种的炸弹之外，它可以挂这个空对地的导弹哈，包括到鹰击导弹、PD-12都可以挂得到哈。这种状况之下，它当然哈，它以它的航程这个可以达到7000公里，我们折半来算好了，它作战半径少说有3000公里。那第一岛链哈，从日本到中国的本土约大概1000公里哈，冲绳大概是800公里，我们台湾只有200公里，所以说都在它的作战半径打击的范围之内，所以它大可以利用这些外挂的挂点哈，挂这个对地攻击的各型导弹来实施所谓的远距离的主角打击，包括对这些设施的基地或者是这个弹药库啊，或者是仓库来实施打击。那第二个来讲，我们讲密支作战。那我觉得密支作战，那就是我认为密支作战是9天里面最重要一个，它可以赋予它任务，因为它可以携带大量的这种无人机，它的所谓它这个异构蜂巢任务箱哈，所以让大家最感到担心的，它可以携带大量的巡航导弹，就是无人机啦，小型的无人机，我讲的不是大型。那我们在俄乌战场看得到哈，这个小型的无人机其实是很头痛的，因为它的面积、它的体积不大，可是它却是非常精准，就像每一个飞出来，就像是一个这个小型的这种带了一颗炸弹，然后它又异常的精准，可以攻击你，不管小到一个车辆哈，大到一个甚至于一个单兵，它都可以做攻击。可是你要拦截它又很麻烦，你用这个传统的火力去射击来讲，不见得打得到。那你用这个导弹去打它又很浪费 ，CP 值又不高。所以如果说它大量来讲的话，对你攻击，你事实上会造成你很大的伤亡的情形。那这种可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航程受限，因为它不管是用电或者是用这个马达来讲的话，这个或者是用油来讲的话，它的航程受限，所以大概距离可能大概就30-40公里哈，大概跟一个火炮的射程差不多。那现在9天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它的作战半径可以到达我们讲3000公里，它大可以用这个飞机飞到很接近的地方，再投放这些小型无人机，可以说是长短相辅哦。这个短的优势跟长的攻击距离，它都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密切的支援对地面部队。那第3个，我觉得它还可以担任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以我们台湾来讲，最担心的，如果说是要登陆作战，大陆来讲，
他们最困扰的事情，最大的短板就是后勤资源的问题。那现在来讲，如果这个易购风潮的这种任务箱可以装载大量的后勤物资来讲，它只要有一个机场，开放一个机场，夺取一个机场之后，那譬如说台湾有很多大的机场之外，其实台湾有很多小的机场，它可以譬如说是像这个我们在垦丁那边有一个小机场，像那小机场，它夺取之后，它就可以用这个马上下来带它所需要的，不管是各种的补给品或者是弹药，对第一线部队提供立即的资源。最重要，它是一个无人的架构。但是大家可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架飞机这么大你看它翼展到25公尺机长到16.35公尺，这么大一个飞机，那而且它没有什么隐身的涂料、隐身的设计。那在上面来讲，一个涡扇发动机，那是不是很容易遭受到地面的导弹或者是空导弹的射击？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它有做好自己防护的任务。譬如说是它可以携带红外线，它可以携带电子干扰舱对你这些导弹来袭导弹做电子干扰或者是它自己本身也可以携带这个所谓的霹雳12这款射程120公里的导弹，可以做有效的基本的自我防卫的任务。所以这方面来讲，应该我觉得不管对第一岛链日本或者是我们台湾来讲，都是很大威胁的一种武器。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解放军的空优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一款在今天最近几天完成试飞的9天无人机。刚刚讲的都是空优，那海上呢有一些事情比较不寻常，我们要特别来做解读，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天有许多包括中国大陆它的演习在日本的周边的海域在行走，那还有包括跟这个中俄之间的他们的这个轰炸机一起来做演习，也是沿着日本的周边。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关于海上一直都只是出动，看到的是辽宁号的航母，都没有出现到中国大陆的另外2艘重要的航母，包括了山东号跟福建号。现在也有专家来特别去解读说，会不会他们其实是战略预备队，也就是习近平压着这2艘重要的航母，还有更重要的一些背后盘算。杨老师又怎么解读？首先，我觉得有一个观念上这一次辽宁舰进行的就是远海长航军演，它不是在日本周边海域，它在公海上。你看它的那个航线，它反而是避开了日本在这个区域冲绳群岛的一些岛屿的，就是接近所在。它都是在公海上。那当然，你要进入到第一岛链的以东，你要穿越宫古海峡。那宫古海峡也是公海。那穿越之后呢，还去2次告知日方的照越舰，我们要进行在航母以南，而不是以北，因为以北又比较接近，虽然还是在公海上。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它实际上的任务的演练过程当中还是按照过去的就是它的规则以及国际上的规范，以及国际法跟海洋法的要求。所以日本媒体这边不断说尤其是小泉那个防卫大臣，那在日本周边的海域执行，那对我国的安全造成影响。那这个区域所有的海军都是如此啊。那当然，中俄的就是轰炸机6架加2架的，就是航行，它可以说是沿着日本的，就是冲绳群岛的这个周围，虽然它也是在公海的上空。因此，我是觉得在这一次。大家各国，包含美国，对于甚至这个所谓的雷达照射的问题那没什么太大意见，因为大家都看得懂。刚才张将军讲得很清楚我在这边做演练，你自己跑过来探头过来，我瞪你一眼，警告你一下，也没有打一下你，也没有干什么，是你自己这个技术比我差，然后呢，这个武器比我差，那你一定要跑那么近。我瞪你一眼，你跑回去晚上2点钟开记者会哇哇叫，这个太幼稚了啦！我觉得，然后呢，哇哇叫还不够了之后呢，还不准所有的日本的军方的人出来讲话，都是他一个人在讲，大家听不太懂他讲什么。然后呢，这样子还不够，还要找的像是北约美国。这个时候为什么北约、美国会出来？因为中俄的这个飞机的巡航，因为俄罗斯的参与。我觉得北约跟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的动向是更为就是比较警觉那我再讲到就是山东、福建，他们现在都在三亚港那你看辽宁舰是12年服役，山东舰是19年，福建号呢
是25年，今年，你这一次他派辽宁舰做相关的服役，当然第一个这是演练，第二个也是针对高市讲的台湾有事，某一种程度军事上的一种就是威慑，那不需要再用到其他2个航空母舰。那福建号目前虽然服役，但是舰载机还没有满载呈现过啊，我们在等待它的这个呈现。可是呢，山东舰是自主突破，那福建号你看到它这个技术上的这个就是要进很清楚。辽宁舰从这个1988年的下水，2012年才开始服役，到现在，其实你不能说它老哈，而是说它离现在第2艘、第3艘，甚至第4艘可能会10万吨级的，就是004，都当然已经是前一代的了哈。对。因此，我觉得这一次就足够。那而且目标也不是要去跟日本开战嘛，对，也不是说要去把你打下什么东西。你看，我都锁定你那么久了30分钟，而且在148公里，如果 NHK 讲的没有错的话，那其实就表示 F-15的这个性能其实比歼15差得很远。你在148就被人家锁定，而 F-15的雷达148公里还侦测不到。那你被锁定之后，我现在讲锁定是我们的假设说法，他讲的是照射。但不管怎么样，其实你距离这么近，然后差别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日本的自卫队的军官们都看懂，只不过是现在日本的国内的这种民粹氛围太严重了。那我觉得这个反而对日本的政治以及日中关系、中日关系都不太好。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